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来到了西藏波密，这里是一块原始森林。西藏是充满神秘的地方，大家应该听过水藏、土藏，还有天藏。今天我们来的这个原始森林里面呢，还有一个树葬。通俗一点呢，就是把人安葬在树木上，这个是不是非常神奇？这里是在波密的卓龙沟，我昨天来过一次，但是没有成功，因为这个路太难走，我的车爬不上来。这条路全是石子路，一般的车都开不上来，可能只有越野车或者熟悉路况的人才行。所以我们就在当地打了一辆车上山。哎，锁了吗？谢谢。进去看看。哇，这地方相当于是在雪山的底下了，空气很好，海拔3000多，远处就是雪山。像7月份还有这么多雪，如果是冬天，那就更不得了了。来到西藏，最不愁的可能就雪山，在云南有玉龙雪山，来到了那个左贡巴蜀这边，还有一个来古冰川，一路都有啊。一路走进来啊，可以看到很多经幡，这里也是。那么这个经幡在这边是有含义的。我是打了一个车进来，刚才问了一下这个司机，他向我们介绍，每个经幡上面都有经文，那挂在这里呢，风一吹，那个经幡就会动，相当于代表着有人在那个诵经，相当于就是祈福嘛，给自己给家人祈福。波密这个地方，它的县城海拔大概是2700左右。我们现在这里呢是3200，可以看到后面都是很大的树林，就是原始森林，旁边就是雪山。我们从云南进入到西藏，一路看到的可能都是那些大山，就跟陕北的黄土高原一样，但是在这里不一样。所以波密呢，是很多人来进藏一个供给地、休养地，因为这里确实很舒服嘛，被称为东方的瑞士。大家都知道瑞士的风景很好，而这里呢也确实非常不错。我们现在一直往里面走，刚刚说的树葬其实在里面。它这个地方呢是属于珞巴族人的习俗。珞巴族主要分布在西藏东南部地区，少数聚居在米林、墨脱、察隅一带，人口非常少。按照网上的资料说，只有4000多人，是中国人口较少的民族。珞巴人讲，世上万物有灵，人虽然去世了，后面可能变成了虫子，但灵魂却去了极乐世界，变成了另一种有精灵的东西。珞巴家族特别重视为死者致丧，力图以慰藉亡灵，表达对其的悼念之情，所以一般都采用树葬。礼俗呢比较复杂，你包括我们去陕西或者中原大地，可以看到很多陵墓修建的比较豪华。在古代，那些皇帝或者王公大臣，他们讲的视死如生，道理其实是相近的。前面就是树葬区域，等一下在里面能够看到完整的。那这里的树葬呢，基本上安葬的是小孩，就是12岁以下的，因为在珞巴人眼中啊，小孩就我们自己也了解是原生态的，没有受到社会的打磨，就是比较纯真纯洁，所以让他们清清白白的来，清清白白的走，就是树葬的真正含义。故而那些不幸夭折的小孩就安葬在这个地方。已经进来了，可以看到很多经幡。来到这里，感觉非常肃穆，因为这里确实也非常安静，相当于我们是2个人在原始森林里面找。一进来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棵树上有一个我们常说的小棺材，因为这里安葬的都是一些小孩嘛，所以这些棺材可能都不大，很安静啊。这个应该是没有多久的。下面是经幡，往前面走一点，这棵树就比较大。那相对于来讲，这些小孩去世之后的棺材在这里就比较多。
它这些也可以称为容器，有木的，有桶，还有箱子。那像这些有大有小，可能就是各个年龄段的。在这里，基本上每一棵树都有。那这些树葬，有一些年限时间长，有一些年限比较短的。树上还有个娃娃，那可能就是说，这个小孩小时候的一些玩具吧，父母把它也放在这里。像这个应该时间比较久，上面都长满了青苔。在这些树木上的容器有大有小，代表了去世的小孩年龄段的不同。同时，这些容器可以看到有各种各样的，有木箱子、塑料箱、泡沫箱等等。那这些容器的不同，其实也代表了他们家里生活场景以及家庭状况的不同。尽管有各种那种不同，但是每个父母对他们小孩的爱一定是相同的，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。在洛巴人民心中，他们觉得树木是代表着蓬勃的生机，故而呢，他们就把这些夭折的小孩安葬在这里，希望他们来生能够平平安安，就是能够茁壮成长。在这个树林里面看到很多容器，它其实也就是说，小孩因病夭折之后，按照当地的民族习俗，用盐巴和食物油擦洗遗体，然后呢，放在容器里面，挂在特定区域的树杈上，称之为树葬。在这里还看到一个这种的玩具，就是说小孩子比较喜欢玩具嘛，可能他不幸的因病去世之后，他父母就把他小孩那些玩具一起放到这边来，就让玩具陪伴着他们了。这些容器的不同，其实也可以显示他们家庭生活的差异。刚刚带我们进来的那位司机小伙，他也简单向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树状。我们进来可以看到这里的很多容器有大有小。那位司机小伙们向我们介绍，这些因病夭折的小孩，他们在容器里面摆放的方式，就跟小孩在母亲肚子里一样。大家看过一些影视剧或者照片或者其他资料，可以看到小孩子呢在妈妈的肚子里面一般是比较我们说的舒适，因为他觉得在母亲肚子里面基本上是每天睡，然后呢一直在休息，母亲也相当于是在保护。那么他们的父母呢，其实也希望这个小孩一直呢能够这样，通俗一点是健健康康、开开心心以后，大概是这个说法，这个意思。我们在这边看到一些树葬，还有一些衣服、玩具摆放在这里。其实通俗一点就是说，父母啊，希望小孩子能够一直这样快乐嘛，所以把他生前的衣服、玩具都放过来。那我在查资料也了解了一下，说进行树葬，他们父母是不过来的，是他的其他亲戚，打个比方说，像舅舅啊、叔叔这一类的过来进行安葬。像前方那些都是时间非常久的，长满了青苔。那还有一些背篓，大家都知道，在云贵昌，就很多大人都背着那种篓啊，就可能很多小孩是父母背着长大的。这个是非常精致，看这个容器比较大，就可能这个小孩他夭折的年龄可能稍微大一点，10多岁吧。在这个树林的另外一侧，还有一些大的容器，我一开始以为是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小孩，后面了解得到，他是在这里的一些高僧也在这里树葬，包括现在在旁边还有一位喇嘛守护着这里。我们现在已经从树葬区出来了，这里有没有喇嘛在这里守护？我们去找他看一看。您是住在这里是吧？您的在这边主要是守护这个是吧？
由于这位喇叭他说的我们听不懂，我们说的他听不懂，所以呢，我们就短暂的交流就离开了。群山环绕的卓龙沟，这里也是圣地，也许是这些小孩最好的归宿。如果有来世，愿这些小孩子们都能够健康成长。